14亿人口的中国，拥有着800多万人口的福州，街上没有人，店里没有客，这是中平街啊。晚上9点多钟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人都去哪了？兄弟们，这几天刚从老家回到广州啊，发现广州的人啊明显少了很多，大街街道上面没有人，商场里面也没有人，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个消费能力啊直线下降啊，他们是北上发展去了吗？还是说回村养老去了？到底啥情况啊？以前吃饭啊需要排队1-2个小时的地方啊，现在也没有多少人了，很明显的能感觉出来啊，今年的人比去年的人少了太多了。到底是谁让咱们中国人不再愿意生孩子了？把世界上最重视传宗接代这个民族直接搞成了人口负增长，宁愿背上那些不孝的骂名，也不愿意再要孩子。5年的时间，咱们的生育率直接下跌了4成，净增长人口减少了9成的人口，它萎缩速度让全世界都震惊了，就连官方都破天荒的出来喊话，让年轻人不要再沉迷于物质享受了，尽早结婚生子。但是问题是啥呢？年轻人背不了这锅，也背不动，结婚少，生育率低，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，深层次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过去呢，中国以人口红利霸占世界工厂的地位，然而现在却即将进入人口债务的时代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专家预测到2064年，我们可能只剩下4亿人。我们说经济的增长，长期来看人口，中期看技术，短期看政策。那么人口数量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的指标。我们的生育开放之后，我们现在生育率反而进行了暴跌，已经跌到了全球的倒数第2，自然增长率仅为1.1%，人口的顶峰已经过去。博主有直言，我们不妨以一个典型的40岁左右的中产家庭为例，来观察人口结构的变化。这个家庭呢，上有4位老人，中间是夫妻2人，下有一个孩子，一共是7口人。而这其实正是当下中国很多家庭的典型的构成。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来拉长20年，也就是呢到了2044年，伴随着上一代人的逐渐离世，这个家庭人口将骤减至仅剩3个人。再往后推20年呢，到了2064年，随着夫妻2人步入老年乃至离世，整个家族可能只剩下那一个孩子独自存活。这个缩影其实正预示着整个中国人口结构的演变的轨迹。根据多方研究预测呢，到了2044年，全国总人口可能跌破8亿，而到了2064年，更可能跌至4亿。这种不是缓慢的萎缩，而是断崖式衰减。那么随着人口的锐减，除少数1线城市还能够维持一定的活力，全国更多地区将步入鹤岗化的状态。房子空着，街道冷清，年轻人外流，服务业难以为继。一个空城时代正在悄然逼近我们每一个人，而这并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我们必须来直面的未来的现实。那么还有数据显示呢，今年的中国新生儿数量可能会跌破800万的大关，总和生育率降至1.2，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位育龄女性会生育1.2个孩子，全球为倒数第2。然而呢，就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6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5到6个孩子，降幅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16年，我国新生儿数量还是1786万，8年时间，这个数字直接腰斩了一半。更扎心的是，按照这个速度滑下去，再过10年呢，可能1年出生的孩子还不够填满一个地级市的幼儿园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，而是一场看不见尽头的人口滑坡。与此同时啊，不生孩子造成的影响也开始愈演愈烈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妇产科。前段时间我陪我姐去了一趟医院的妇产科，我发现妇产科已经成为医院里边最佛系的科室了。以前厂房啊，我记得听我妈说，天天爆满，厂房床位那得靠抢的，就连走廊上的床位你都得跟医生搞好关系，提前预约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随时去，随时有床，走廊那更是空旷无比。如今的产科啊，一天接生都不超过7、8个，我看护士都快闲出病了。不仅如此啊，一些月子中心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前天还看到，在深圳一个月子中心倒闭了。曾经的一床难求，现在打折都没有顾客啊！而最让人难受的是，整个教培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萎缩。以前幼儿园还能够勉强招满，现在很多地方乃至在大规模的撤并小学。初八，杭州又有2所小学合并，知名教育集团入驻。5一前夕，钱塘区教育主管部门发布通告，确定从2025年9月1号起，大江东的前进小学和临江小学合并。
引进学政教育品牌，成立学政第二实验，两所学校的现有场地将作为学政第二实验的校区。突发情况啊，珠海这所小学就要停办了。据网友爆料，位于前山的荣华小学发出停办通知。据告知书显示，近年来受区域人口结构变化、生源数量急剧下降等多重因素影响，办学面临严峻挑战，将于2025年9月起，荣华小学将正式停止办学。据资料显示，珠海市荣华小学是一所9年一贯制民办学校，从2011年接手渝州小学后更名为荣华小学，期间通过科学管理、质量新校也取得过很多好成绩。想不到现在也要说再见了，对此大家怎么看呢？有数据统计，全国20多万所小学锐减到只剩下14万出头，减少了一半都不止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？等这一批出生率断崖式下降的孩子长大以后呢，我们的学校将有一半的课桌都是空的。而这呢，还只是教培行业遭受冲击的冰山一角。那和教培绑定的还有图书文具、课桌椅、留学兴趣班等一整条的产业链，都面临着重新洗牌。消费行业同样是难以幸免。那么最先中招的是母婴产品的市场，很多奶粉厂商现在都在发愁库存积压，不知道该怎么清理。我们再往下推演呢，其实车市也会受到影响。以前家庭买车很多是为了方便接送孩子上下学、外出游玩，可现在呢，大家连孩子都不愿意生了，你还买什么车呢？坐地铁不更省事儿了？同理的，买房的刚需也在迅速消失。过去支撑房地产市场的是结婚生子带来的住房的需求，而现在呢，连结婚率和出生率都拿不出像样的数据。这座刚需的金字塔正在塌陷，房子再多也没有人去住。现在有6到8亿栋楼，14亿人，你猜这房子它怎么能卖完？就是一个有价无市的一个状态，对不对？并且人口现在正在急速的下降。什么叫急速下降？现在人口老龄化已经达到4到5亿，你再过10年20年你试试，又有多少二手房腾出来？并且80后那会儿多大岁数结婚？20多岁就已经结婚，现在孩子都已经10多岁了。现在的00后根本就不结婚，里外里差出来一代人，这一代人人家在房地产方面能做多大贡献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所以说以后房子说升值的，你们用你们的脑瓜子想一想，怎么升，卖给谁？那么也有网友问呢，为什么以前那么穷，大家还抢着生，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好了，反而是不生了？原因呢，其实是很简单也很现实，孩子的经济回报变了。在农业社会，孩子是家庭的生产力，生得多干活多，是稳赚不赔的投资。而到了工业社会呢，孩子长大以后成为社会的生产力，赚的钱归自己，父母反而是要投入巨额的成本来养育他们。过去生孩子是增劳力，现在更多变成是高投入低回报。有数据显示呢，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成本高达68万元，在一线城市甚至是翻倍。在看不到未来的保障、回报和公平的情况之下，生育意愿自然会持续下滑。而这不仅是家庭的选择，更是国家与社会结构性挑战的前兆。更何况呢，现在中国经济是每况愈下，赚钱也是越来越难了，养孩子就更不容易了。中国现在出生率是天下第一大难题了。你看2024年中国的出生孩子954万，然后这一年我们的死亡人口1093万，也就是全年下来这个国家少了39万人，少了一个小县城的人口。那么你现在人口的下降就意味着它创新热度在开始大规模的下降。第二呢，孩子减少以后会带来一系列的原来的产业结构的很大的变化。比如我有一个朋友飞鹤奶粉，中国最大奶粉企业，那董事长说，我们原来奶粉的这个规划是按一年出生2000万人口来进行规划的，那现在呢不到1000万了，也就是说我准备了2桌饭，永远呢只有1桌人甚至更少的人来吃了，所以它就会产生影响。有博主指出，如今真正难解的问题不是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，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敢生。很多人并非是抗拒为人父母，而是对未来缺乏安全感。我曾问过一位90后，为什么不考虑生娃呢？他说，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，但现在连自己都顾不过来了，怎么敢为另外一个生命负责任？这才是低生育率的核心的原因。年轻人不是不想承担，而是没有条件去承担。他们害怕失业，害怕看病贵，害怕孩子读不起书，买不起房，更害怕年老的父母与未来的自己无人照料。
那么，如果一个社会连基本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保障都是难以覆盖，年轻人自然会用脚投票，推迟婚育，甚至会放弃婚育。是什么阻止你生娃？我今年28岁，不敢生娃，说白了就是因为穷，没钱生，没钱养，没地儿住，没人带，不想他生下来受苦。我和我老公呢，现在赚2万多块钱，生个孩子，奶粉1个月2000块钱，各种辅食吃穿5000块，再加上培训费，我们可能1分钱都存不下来。父母辈呢都是养儿防老，多子多福，我们这一辈生孩子就是拼车拼房。就拿上海的房价来说，郊区就要200万起。所以说，工层阶层买房太难了，开放2胎对我一点用都没有。我这一辈子生1个就够了，以后我孩子爱生不生，不生呢也随他。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，并不是年轻人变得自私，不愿承担责任，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条件去承担。现实生活当中，失业的风险看病难，育儿贵，房价高，压得人是喘不过气来，更不用提还有年迈的父母的养老和自身未来的保障的问题。在缺乏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基本公投保障的环境之下，年轻人选择推迟结婚，甚至是彻底放弃婚育，已经成为了不得不面对的理性选择。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不结婚？不是不想结婚啊，而是不敢结婚。你知道现在普通人结完婚后的真实生活吗？2个穷人生了1个孩子，再养4个没有退休金的老人，背着30年的房贷加车贷，每天睁开眼睛先欠银行200块，闭上眼睛算一下这个月还能剩几块。你以为结婚是甜蜜的？是也不是，现实是工资到账5分钟，房贷、奶粉、学费直接划走。博主指出，当钱都捉襟见肘的时候，连一顿像样的火锅都不敢随便吃，爱情又怎么能够填饱肚子？多少年轻夫妻白天在职场忍气吞声，晚上回家还要为一点琐事争吵不休，最终让婚姻输给了现实的柴米油盐。可是呢，即便如此，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义无反顾地走进婚姻，生儿育女？因为从小到大，社会告诉我们，不结婚的人生是不完整的，但是却很少有人提醒你，一旦结了婚，也许你连自己原本的人生轨迹都不得不放弃。结婚原本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但是如果它带来的只有压力与消耗，那这样的婚姻还有意义吗？也有评论指出呢，年轻一代不愿意生孩子的背后，不只是个人的选择，更正在撼动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。未来的教育产业会面临收缩，幼儿园、小学关闭潮将持续的蔓延，而与之相对的是养老产业快速的膨胀。将来在养老院做厨师，可能比在幼儿园当老师会更吃香。而更严重的就是养老危机正在逼近。现在你少生一个孩子，未来就可能要一个人独自承担3、4位老人的赡养压力。而国家推迟退休、延长社保缴费年限，也正是养老金账户入不敷出的真实的写照。2024年，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3亿，到了3.1亿人，占到总人口的22%，也就是我国现在每4到5个人里就有1位60岁以上的老人。而预计到2030年，这个比例将会从22%提升到30%，也就是大概每3个人里就会有1位60岁以上的老人了。这时候就有人要说，那我们得抓紧银发经济的风口。对，没错，但是银发族群，也就是老人们，他们手里有多少钱算过吗？根据2021年第5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，2021年我国老年人人均收入是32027.4元，可以见的老年人收入相对还是较少，那么可以发展的银发经济体量就相对较小。当然，随着重度老龄化的加速，未来银发经济也不可小觑。但此时不得不提，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转移净收入。什么是转移净收入？就比如说养老金、子女的赡养费，这是老年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，占比将近50%。那么提到养老金现在有多大缺口呢？这个说的有点远，有点多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，但机会还是有的。那么归根到底呢，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让年轻人敢于生、愿意生的社会保障体系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怎么还有勇气去迎接一个新的生命？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真实的困境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